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日子，初冬的小雨洒在湖南师大的校园。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将为我们做一场关于佛教慈悲观的开示。慈悲观是大乘佛教的精华。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人人都需要慈悲观的道德教育。慈悲是无私的爱，慈悲是广博的包容，慈悲是人间最美好的礼物，慈悲是心灵最圆满的幸福。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开示佛教慈悲观与德育教育。很高兴今天，湖师大生命科学院，跟很多同学，还有知识分子，一起交流啊。今天交流的话题主要是佛教的慈悲观与道德教育。那么这个，佛教的慈悲观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很多也许可能对佛教非常了解，也许并不了解。其实佛教的这种慈悲观，还有佛教的这些因果观、轮回观、幸福观等等，这些现在我们的在座的年轻人，非常需要了解，因为它是人类最需要的。如果没有慈悲观，我们的社会呢，会变成特别的一个这么悲观的现象。因此，我在想，佛教的慈悲观呢，在当今来讲，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如今的高等学校呢，不需要才华，很多人的智慧应该是远远超过就是前几十年的一些智慧，而且科学技术的话呢，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但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慈悲的思想，也就是说德育教育的这种观念。那么这个在人生来讲，对社会来说，它是有着不可用言语来描述的作用和力量。因此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人呢，也许在这个课堂上听过很多的知识，但是也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到底怎么样做人，我怎么样饶益社会，怎么样帮助所有的一切生命。我们生命科学院呢，也许可能每天都是
做一些解剖或者说是做一些试验但是我们考虑的生命的价值，或者每一个生命的这种自己求快乐而不愿意得受痛苦的那样的感受就观察过没有？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在佛教的所谓的慈悲呢，龙蒙菩萨，你们也许听过，是佛陀2500年前，这个入灭以后呢，有一个特别伟大的这个佛教的思想家，叫做龙蒙菩萨。那么龙蒙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呢，慈和悲是怎么讲呢？大慈，所谓的大慈呢，是予一切众生乐，然后所谓的大悲的话呢，把一切众生苦，就拔除。也就是说，所谓的慈就是让所有的生命就是带上一种快乐，所谓的悲呢，就是让所有的生命呢离开这样的痛苦。我们在座的人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到底就是想过没有，就是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人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如果我们没有想过，并且呢就经常想的是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的动物呢，我们能吃的吃，能穿的穿，一直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特别残暴的情绪呢，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定是快乐有一种言语呢，叫我们的这个思想思想呢就是要关着我们的思想，否则的话呢，它会成为我们的语言要关注我们的语言，不然它成为我们的行为。你要专注我们的行为，不然呢，它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习惯。要控制我们的习惯，不然它成为我们的生活有这么一个特别著名的言语。那这个言语里面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的思想呢，会对我们的生活紧密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如今的这个社会呢，的确也是需要一个慈悲观就是我要悲悯所有的，不管是人或者是其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情这样的一种心和意乐。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所有方方面面的生活呢，就是会带到改善。因此，我们经常发现现在的这个人呢都是比较这个功利主义，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特别强，为了自己呢，他让损害就是许许多多的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这个健康很多人都知道就现在我们好多药厂都是通过各种一些不正当的这个途径来就是最后制作的药呢，就是全是假的。我们的很多的商品的这个行业的话呢，也是不懂因果的人现在制造，就是对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带来这个生命上面的危险。还有呢，我们原来所谓的这些医院呢，就是白衣天使让这个救护生命的，现在就成了一种黑白无常的这个。还有我们很多老师呢，就是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现在呢大家都是也应该清楚就可以说是无人子弟的这个元凶这个社会呢有很多的就是不太好的这个现象包括一些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话，如果没有道德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你再速度的再怎么高等的学校呢，后来就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像北京大学毕业出来的呢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呢，他没有受过就是真正人格的教育。没有受过人格的教育呢，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说是北大
这个毕业的，但是在那个市场上卖猪肉啊，就卖猪肉。后来听说那个当地的县委书记呢就觉得有点这个北大的才子就是让他卖猪肉呢有点就是过不去面子，然后特意安排就是跟他调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可是后来呢，这个人呢就是根本不会做人，他跟这个为人处事和跟旁边的人交往的这种能力特别差，实在没办法，就是跟谁的就是合不拢。他自己也是极其苦恼，只有让他自己卖猪肉，就基本上就能过得了这个生活。后来就是只有放回去，还是说是继续在那里这个卖猪肉，还有什么这个北大的一些这个扬州大王好多的这些这个公安案例的话呢，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也是听过的。当然，我也以前这个去过这个学校的一些神秘什么这个宗教研究所和还有哲学系，很多的这种对这个宗教和对真理的需求性呢，就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在座的人要知道，人在学校里面要培养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善心的话呢，其实我们读师范的人呢，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心呢，恐怕是你这个以后就是对学生呢不一定是有利的前一段时间在杭州吧，也是有些人说是宁可当妓女，就是不当老师，就是这个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这个轰动和重视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现在我们的道德就是日益可以说是减损，很多高等的学校里面呢，只是这个有一些赚钱的这个目标，有一些发财的这个想法。而除此之外呢，这样就是对这个社会，这样对我们就是将来的下一代人负责的一些传递知识的理念和教育呢，就是极其的这个缺少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首先要想一想，现在的这个社会呢，的确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善良的这个心。如果人有了善良的心的话呢，那么他的身体和语言的一切行为的话呢，随着这个心而走心而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各个角落的这个人呢，就是可以每一个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事业。最终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江河呢，就是成这个大海，就是对整个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呢，也会就是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快乐就是获得一定的快乐。那么我们像今天就是在座的人，也应该可以了解一下所谓的这个佛教的慈悲观呢，其实是对人和众生就是不会任何的损害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佛教的一种这个特殊的慈悲观就是特殊的慈悲观我记得在这个大乘就是大庄严论经里面说这个佛法大慈悲就是佛法大慈悲，中不顺上物。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基督教和还有其他的跟这个儒教呢，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么佛教的真正的这个慈悲观的话呢，它从来的是不提倡不讲呢就是损害我们众生的这个生命就这个是众生的生命，就是不是植物的生命，就是在这个生命呢，我想你们这个即使生命研究的很多学子呢，肯定会懂到动物的生命跟植物的生命是不相同的。那么植物的生命呢，虽然它有一些翻译，但是呢，它不会有这个真实的痛苦的。而我们人如果有了真实的一些贪欲，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可以他们会这个损害就是很多的这些这个人类，就是可以说是人类也可以他愿意这个损害的。还有呢，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动物也会这个损害的我记得佛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说是这个贪爱妒之过
这个损害一切人啊，就人有了这样的贪婪，人有了这样的这种这个贪执和无名愚痴的时候呢，他会损害就是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就是许多的这些众生呢，也会这个损害的。因此我在想，我们现在这个缺少这个德语那么这样的话呢，会这个损害很多的人，对国家和对社会来讲，确实是一种这个危害。以前美国这个罗斯福总统就是他也说过，他说培养我们这个人的这种性质如果缺少了这个低德语教育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构成一个危害或者危险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因此我们看自己就是有没有就是对大家的这种悲悯心，而佛教里面呢所提倡的就是说这个对所有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不会这个损害的，这就是佛教的最深深的精华的一部分在座的要像所谓的佛的这个真正的精神的话呢，那么就是不害众生，还有呢就是无比的这种智慧，佛教的这个一位特别伟大的升天论师他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说过，他说这个如来说法就是如来说法就是略言为二种，一个是不害生人天，还有呢观空正涅槃。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如来说的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一切法呢，全部都是可以包括在两个问题当中，就是一个是就是什么这个不害这个任何的这个众生就不害任何的众生，还有呢是这个用智慧通达一切万物，最后呢获得这个成就。那么这一点我们佛教里面特别的这种明确，这一点可能刚开始我们很多人呢有点不理解或者说是有点这个难以这个了解。像一些儒家思想的话呢他们都并没有这么讲，他们只是有一些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样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信的基础上呢，就是礼是人是最高的一个境界，都是有这样的这种境界。但是呢，就是他们为了就是父母的这个身体为了就是个别人呢，就是他可以杀生就是杀鱼就是杀其他的动物他是这样的，但这是应该是不合理的。甚至我们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包括藏医当中的话呢，就是在配药的时候，就是什么这个解剖还有这个杀害这个生命的话呢，都是没有的，而且没有这样的这个杀害呢，就是也照样的，就是他生命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的效果。我记得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唐代的时候，就是人们称为夷王的这个孙思邈孙思邈，他的这个前经方当中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杀生求生取生远也就这个你们也许知道意思是什么呢？通过杀生，从中医的角度看呢，也是这样的，通过杀生而想获得这个长生不老长生的话呢，那么知识根本就是无法现实的，与你的这种这个求生，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是越来越之遥远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为了这个身体营养好，就是开始炖鸡啊、炖鸭还有这个吃鱼啊，这个吃一些活的这个什么鲜啊、虾啊等等，就是这些是当然我们的这个教育和环境就是构成了一个现在人们就是无所谓的，就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其实你如果真的是吃了就是别的其他的这个生命的话呢，那么对你的这个身体呢，的确是。不单是没有这个长寿，就是治病的作用，反而呢，就是对你构成了一种这个身体的危害，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的确是一个这个自然规律。那么这一点呢，不是我们就是极少数的佛教徒这样讲的，而且科学特别发达的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呢，他们现在是就是完全是公认的一个这个社会理念。前几天你们可能也看过吧，就是我们这个11月份的时候，这个英国伦敦就是英国伦敦有一个这个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演员，叫做是这个萨拉胡利维尔就是女士。他呢，就是在伦敦的这个大街上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菜盘里面，然后自己半裸体的，就是在那里，就是躺在那里，旁边就是放几个蔬菜就旁边放几个蔬菜。他这个人们呢，就开始这个，也可以说是，他的这种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激发了就是如今人们对这个动物这个残杀的这种同情心。就是激发我们的这个同情心，进一步的让我们的这个思想道德呢，就提升当时呢就是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就是这个组织的话呢，就是如今的会员呢，就是有200多万人就如今有200多万人。那么他们的这个标志呢，就是写在这个上面应该就是写在这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是西方也好，东方也好，现在很多人并不是以信仰为准，应该是以自己的健康和以其他动物的这个生命呢，也有一些比较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存在呢，而这个丧失了就是别的特别珍贵的其他的这个动物的生命的话，那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这个行为。而且它呢，间接的已经这个说明到了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团体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准则问题。以前印度就是特别伟大的这个和平主义者这个圣雄甘地就圣雄甘地听过没有？大家那么圣雄甘地怎么说的呢？他说是一个国家的伟大的这个程度和还有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道德的这个标准的话呢就是用如何对待动物来衡量用如何对待动物来衡量。这一句话是的确有特别深深的这个意义。一个国家的这个人们的素质能不能提高呢？就是看对这个身边的动物的这个慈爱心和慈悲心。说我今天讲到的所谓的这个慈悲呢，不仅仅是一个对人的这个慈悲就是应该是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个动物呢，也要这个有一种这个慈悲的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你会这个有个别的这个信过了我昨天在一个地方有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大学老师呢就是一起放生的时候呢，我们放生的地方是在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公开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公园里面就是公开可以这个旅游的一个公园里面。那么他当时想起了接近20年前，就是他自己
这个当时是不信佛教，就是在那里就是搞这个就是结婚仪式在当时这个参洒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参洒过很多的这种这个生命。那么今生呢，就是放生是为了补偿就是当时的这个生命。所以有些人呢，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好像是你不信这一套，但到后来的时候呢，的确也是你就是把这个道理呢，就是会明白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是会这个忏悔，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忏悔的这个兴趣都是不一定有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能不能就是想起了真正的这个慈悲观。如果慈悲观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相信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恶意，而就是全力以赴的经常呢就是做这个对关爱这个其他一切这个生命的这样的这个事情这是特别的这个重要。那么这一点就是儒教当中呢提的跟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提的有点就是不同，就是可以说是更深一层的有一些了解。有些人认为可能佛教里面的有一些就是更严格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儒教最主要讲的这个孝道，然后佛教里面呢是不是这个出家就是有些人呢好像对这个父母不孝顺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误解。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佛教的负面就是了解，正面的这个了解很少，就是负面的了解，或者说是一切媒体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途径就是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这种想法和邪见呢，就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就是应该说佛教当中的这个孝顺的话呢，其实是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不仅仅是就是就像我们一块木头或者说是一棵树一样的，就这是限于精神的，而它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漫长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父母的这个孝顺呢不仅仅是一个金钱地位财富就仅此而这个可以了，应该说是对长远来想。那么对长远来想的话呢，就像是那个不可思议光经当中讲过，就是说对父母的这个报恩呢，光是一个金钱和光是一个饮食呢就不能报上他的恩。那么他呢真正能求到这个真理就是心呢就是趋向佛法的话呢，才能就是报上了真正的这个恩就是报上了就是真正的恩。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勤德立成格然后自导这成就就是说自导放成就。莲池大师说的是这个很有甚深的利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作为子女的，让这个父母呢，就是尽量的端杀这个爱这个众生，或者是心善断恶，做这样的一种很好的这个行为的话呢，让这个父母最后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心持善法。那么心持善法的话呢，这是大孝我们一般的这个孝顺呢，分这个孝顺和大孝和继大孝。继大孝的话呢，让他生生世世就是离开这个痛苦而获得这个快乐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种这个快乐。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也要对这个佛教方面呢从这个各方面了解就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现在很多人可能因为就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吧就是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佛教的理念这一点就是特别可惜。像泰国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把这个佛教的教育跟这个普通社会的教育呢，全部就是合为一体化。泰国的很多的学校的这个顾问或者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一些出家人就是出家人。然后学校里面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呢，就是跟这个普通的教育的理念跟这个佛教的内容呢，就合在一起。
然后在这里面，平时在一个礼拜当中要提倡这个参禅呐，提倡这个念经呐，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思想，就是逐渐的，就是传播这样的思想。最后呢，让大家真正的能引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慈悲观和还要这个爱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就这是一般这个泰国的这个教育的性质呢，都是这样的。甚至这个高等这个学校里面呢，有更深一次的一些这个教学的这个力量就是教学的这种理念就这是非常的重要。包括英国的话呢，就是你们也许也知道就是现在这个英国呢，把这个佛教就是立法，就是正式这个佛教这个所有的学校呢，就是都可以直接就是学习佛教的真实的这个内容。以前这个英国的一个宗教这个负责人呢就是他是这样说过，他说这个佛教呢，就是现在在尤其是高等学校当中是特别的这个受这个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当中的这个缘起观还有佛教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四谛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与这个科学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吻合的就可以吻合的。然后佛教当中就是所讲的三归五戒还有这个六度四识那么这些呢，就是与现在高等教育就是所提倡的我们的这个规范这个人的行为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就融为一体的。还有佛教呢，就是所提倡的这个非暴力这个和平慈爱等等，就是这些理念呢，如今的社会来讲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可以提升我们人们的这种这个道德观念，同时呢，就是安定这个社会等等，就是起非常多的这个作用。所以现在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个正面人士他们呢都觉得是在一个学校当中，在一个社会团体当中呢，没有这个慈爱的这个教育，没有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种这个理解的话呢，光是每天都是以一种自私的这种心呢，每天都是用一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单着这个自我的一颗心的话呢，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可能很多行为呢，就是不一定是很有利的当然，我想可能在座的人呢，特别喜欢听一听你身体呢就是怎么调养一下，就是会得到健康那么心里呢，就是修什么样的这个功夫呢，就是心里就是马上这个轻松减轻你的压力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很多人都可能喜欢就是听，而更深层的。就我们一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悲观呢，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它可以这个逐渐的让先前的话呢，很多人对这个观念就是恐怕是不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有乐趣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的社会的这个道德教育呢，就是有非常这个密切的这种这个关系。所以我在想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好将来你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不管是任何一个工作，我想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一种这个关爱。我们的这种关爱呢，就是不能跟这个经济划等号的。如果我们每天都是除了这个地位名利或者是财产或者说是以自我的一种发展和扩大以外，再没有什么可想的话呢，那的确是这个人类呢，就是没有一个远大的这个目标。我以前看过一个叫这个道德发展论就是道德发展论里面都讲了，就是说这在一个地方不管是任何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如果他完全抛弃了我们的这个道德这个观念那这样的话呢，以个人的这种这个就是道德跟那个社会的这个道德呢，就是经常就是发生冲突，最后呢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混乱就导致最后呢就是整个这个事件呢就是不平安就是会产生这样的就是不良效果因此我们这个在大乘佛教当中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
特别的强调就是慈爱，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当然，所谓的像佛教那么高层次的这个慈悲的话呢，那对于很多可能这个大学生来讲是有点这个不一定让这个跟得上。但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人具有这个慈悲三良之一，人之初呢，应该这个行为这个善的就是人之初行为善。那么我们的这种善呢，就是一在社会当中，一在实践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引发，怎么样就是让它这个体现。这方面呢，我希望每个人呢应该这个要想到，尤其是大家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了解，因为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学科呢，如果你要挖深一点的话，一定是从我们的这个佛教当中，就是可以了解佛教呢，就是对一个玩法的包括就是它的这个产生它的这种这个起源还有就是最后的这个毁灭呢，有特别细致的一种这个判断。再加上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生存实践当中的生存呢，的确也是离不开就是佛教的这种这个精神。佛教当中的最主要的精神所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慈悲观。这样的这个慈悲观呢，当然如果说大一点，就是有这个无缘的慈悲观缘众生的慈悲观缘法的慈悲观等等，就是在大智度论当相关的大乘论点里面讲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理念，就是这个是对大家来讲呢，就是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就是了解这些呢，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是佛教是人类如今有这个25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是它能这个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宇宙学，还有呢就是实践当中的这个量子力学医学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学科呢，就是全部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当中呢，能找到就是非常准确的答案。我们实践的这个社会上呢，包括就是现在研究这个生命科学的也好，研究这个其他的这个任何科学的呢，那么科学家最后在很多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就是找不到一个最准确的、最究竟的这个答案可是我们作为这个佛教研究者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对万事万物的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这种比较这个满意的这种答案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应该是从事研究者，而一个领域当中呢，就是得不到；一个领域当中呢，就是得到就是正确的这种答案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这种高深莫测呢，就是的确，我认为呢，是应该是当今就是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就需要就是了解。如果你去了解的话呢，就是你有许多的这个利益，而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损害。有些人认为我可能这个是不是佛教这个了解的太多了呢？就是对我的这个各方面呢，就是产生一些一些不良的这个状况，的确是没有作为在家人有在家人他所学的可以能接受的一些这教育，而作为这个更那个能看破这个近视的一些出家人，他有他的一些知识，但佛陀呢，就是并没有要求就是每一个人只要学佛的话，全部要看破就是到这个山里面去就没有这么讲。因此在这些方面呢，以后希望就是现在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很多对这个佛教的误解，佛教的这个一些这方面就是比较多，应该从这个正面的学习一下这个许多经论的这个教义。那么这些经论的教义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儒教思想也好，道教思想也好，本来就是中国就是原有的这个儒释道，就是这三教是它的这个传统思想。那么传统思想当中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佛教里面就是阐述的更加这个细致
啊，就更加这个细致。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界的人呢，我想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就是有些慈悲的这个理念呢，应该贯穿起来。没有贯穿起来的话呢，人们都是只想到是一些自己的这个利益。每一次都是就出现一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学校的学生，大概是60多个学生，然后说是这个全部都是就是乘在一个车子里面，最后被其他的车已经压了以后，好像20多个孩子呢，就是当场就那个死了，就是40多个学生呢，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看到。好像那个正在这个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个地方就是该开什么，就是该这个处置的该处置然后就是大肆宣扬，就是到处都去，但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行为。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有一种良心每一个学校当中呢，就是都不看着最重要的是钱，应该是看着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这个珍贵，人应该看着每一个不管是有钱没有钱的人都这个需要一个特别就是良好的这个循环。那这样的话呢，社会当中呢就是会不可能断掉所有的这种恶性，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会减少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错愕的这个案例就比较错愕的案例。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这种这个学生就是以后的话呢，就是你肯定就是当老师就是做很多应该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动机、你的想法、你的行为呢，全部是如果是这是一个自我的这个家庭自我的一个小范围当中的这个一个服务，那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呢，恐怕是对这个社会呢，就是不会有什么。有些人想对社会没有什么就不要紧的，只要是我自己就是找到一个满意的这种对象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有赚得多的钱的话呢，那我的生活目标就是这样的。我的这个生长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一蹴而这个解决了。当然是这是这个儒家思想也是说是这个君子这个就是爱财的话，那也取之有道，就是应该是我们真正要有智慧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目标，所谓的生活呢，全部都是不会定在你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生活上以前是不是这样的？以前很多人都是学知识为主的，那现在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是50、60年以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出来过，就是很多了不起的这些文学家，很多的这种非常出名的，像那个以前那样的，就是有没有？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为了这个钱而奔波，日夜，可以说是就是不惜一切的去这个寻找，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呢，就是可能是也有一些比以前不同的一些物质上的繁华，可是对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压力呢，就真的是这个压力山大就是大家你们经常说的压力山大，就是这个压力比山还要大，就是地球都无法这个承受就是一方面可以说是它成为那个70个亿就人们成为70亿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方法。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每个人就是成了压力山大了，每一个人呢，在你将来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路上就是有一种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是用什么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和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一个良心等等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品我们的这个食品呢就是不良而导致什么呢？就是身体的不健康身体的不健康呢，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治疗的。而我们的教育呢，如果就是缺德，如果缺德的话呢，它给我们造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灵的这个不健康。那么心灵的不健康呢，就是现在到任何一个医院里面去呢，就是没办法，就是无可救药，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很多师范生那么将来呢，你会就是培养很多的人，但你培养的是什么样呢？像你自己一样的人呢，还是跟这个你的老师一样的人呢？你现在什么想法都是没有的，只是自己就是拼命的这个赚钱
啊，就是拼命的赚钱以外什么的没有。现在社会上的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我遇到过很多人啊，就是很多人都是就好像对这个求职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冷漠、特别平淡啊，就无所谓的感觉。那这种心态呢，就是将来就是造成了什么样的这个后患？所以说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就是大家对这个以后的这个一个是道德这个教育呢，就是不得不这个重视。要重视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孩童时候，应该从小学、中学、大学一一的要这样做人，这样就是要灌输一个善良的教育。其实，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上善若水，就是原来这个老子也是这样，这个《道德经》当中是讲过的。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孔子和孟子的一些这个教育里面的话呢，就是也是说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可是这个呢，并没有就是特别的现在在这个我们教育界当中就是引起重视，因此呢，就是一定要就如何做人。那么做人的时候呢，就要用这个佛教的大慈大悲的这样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完全是可以说是融会贯通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学校里面，每一个人呢，就是能培养成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也是会帮助别人，会这个孝顺自己的这个父母，会呢就是不是强迫的，不是被动的，完全都是以一种这个主动的，以一种这个自觉的就是能做好人的话呢，那么这个教育呢，就是的确就是会这个成功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话呢，就像开车的时候一样的，开车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自私，最后就交通这个堵塞了。这交通堵塞的话呢，谁也就是就过不去了，就在这里耽误很长的时间了。那这样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受害者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作为这个大学这个才子呢，现在就是最需要的就是悲心就最需要的就是大慈大悲心。大慈大悲心，同时呢，我们要有一种这个善的，就是孝顺的这样的这种德育。这种德育呢，可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各个学校里面呢学习什么《弟子规》三字经还有这个千字文孝经等，就是《论语》就是传统文化的这些也可以学。还有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像那个三圣经然后圆盆经还有这个这个父母的这个报恩经等，就是这些呢，也是算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孝经就佛教当中的孝经，所以也可以这个学习这些。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就是才能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一定会是有着这个很好的这个改变的。当然，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大慈大悲心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无私的，它是一种这个包容的，还有呢，就是它是在我们实践当中最好的一个就是最美丽的一种这个礼物吧，也是让我们这个心灵呢，就是带入这个最快乐、最幸福的一种这个途径。那么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将来就是所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慈悲的这种这个阳光呢，就是照耀于这个世界。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这个智慧的年华呢，就是不断的这个露出他的这个微笑给整个世界呢就是带来一种幸福这个快乐我想我简单的就是说到这里。